今天一大清早起来，拖了2个多小时的挖机，终于把挖机拖到这个大山深处。今天是活多时间紧，尽量1天时间把这个活全部干完，晚上拖挖机回去。要不然的话，明天再留1、2个小时再过来干一次，然后再算上来来回回拖拉机的时间，我们就划不来了，1天又耽误了。本来现在的活就特别多，时间就特别紧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挖机开始干活，干完这家干那家，一家一家的来。今天干活的目的很明确，先把这个地面整平，然后再把它打上混凝土。打这个地面的混凝土需要用挖机来搅拌，沙子全部堆放在下面，用挖机搅拌好，用铲车移上来。所以这前后后的事情加在一块就比较多，比较杂了。而且今天打混凝土的位置不仅仅是老板家门口这个地坪，还有下面一条路也要打混凝土。这个路比较长，我看了一下，他拉的这个沙子和水泥可能不够。这个老板也说了，能打到哪个位置就打哪个位置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个地面整好一大半了。这个整个地面全部降下去20公分高，然后再打上20公分的混凝土，就和原来保持一样的水平面。如果不然的话，打上混凝土，它的水就要往房子里面流了，因为房子里面还要矮一点。整平出来，这些多余的沙土就直接往家门口这个坡下面扔，上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小水沟扔下去。等什么时候下雨的时候发大水就给它冲走了。左边那边已经全部整平，现在挖机调转头来开始整右边，因为中间是挖机路的位置，所以中间的位置留到最后再整。整完了挖机就退下去了。整平这种地面可简单了，抬大臂收小臂，平不平看天意。要点就是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整完之后再把上面的松土往坡上面刮。下面就全部是紧土，打好的混凝土路面就不容易开裂。大家把这个路也整一整，把路上的沙土往坡下面甩一甩。这个地面全部搞好之后，效果就是外面比里面低上15公分。这样以后打上混凝土地面，家门口就不会养鱼。这个路上稍微给它整一下，不用整多远的，因为我估计它那个沙子也打不了多少。混凝土顶多把这个路打到一半的位置，也差不多了。路上整了个8、9不离十，就差不多了。现在准备开始办正事。我开着这个铲车，趁我老爸还在整平地面的同时，我叫几个人帮水泥抬到铲车兜里面，然后用铲车把水泥铲过来。倒到这个沙子上面，我爸现在在桥上是挖沙子，帮这个水给堵一下，待会就直接用这个沟里的水来搅拌，混凝土也不用水泵打了，直接用挖斗舀就可以了。所以把这个水给堵一下，帮这个水位升上来一点，挖机更好操作。帮这个水给堵好了，现在挖机开始来挖这个水泥。直接用挖机帮这个水泥袋子挖烂，待会就用人工来把这个水泥袋子解一下就可以了。一包一包的用人工给它割开，把水泥倒下来太麻烦了。而且今天这个老板请了这几个小工位，廖省事一致认为让挖机来帮这个水泥袋子挖烂，他们帮这个水泥袋子解一下就可以了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就不等这个人工帮这个袋子全部解完了，他们一边在剪袋子，同时挖机一边在这上方开始搅拌。干掉了就是这个风向有点调皮，这几个工人可能要吸入一点水泥。他这个沙子我今天过来的时候，上面全部都是草。这个老板没有跟我说的话，我根本看不出来。他用手指给我说那个就是我们拿的沙子。我一看哟，还真像啊，还真的有点像是沙子啊。所以我们在开始干活之前，我就跟老板打招呼了。我说这个活怎么干，你要怎么干就怎么干，
但是你这个混凝土质量，我们可不敢保证。它这个沙子里面的泥沙实在是太重了，根本不适合用来搅拌混凝土。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用来种大蒜，吃的时候特别容易把。我爸开的这个铲车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来给我帮忙搅拌了。用铲车搅拌混凝土，这可不好进吧？用挖机帮忙舀水还是真的挺方便的，比用水泵抽水还要方便。铲车搅拌这个混凝土就在沙子中间这个位置，铲两边不要给它铲坏。铲一斗倒下去，往后面一拉，然后再一次一铲，满满的一斗混凝土靠这个老板家里面来的。这条路呢，也确实不是一般的陡，一般的货车都上不来，所以沙子才到了下面，要不然沙子直接拉到家门口来搅拌了。我老爸这一堆混土来的太不及时了，人家正在端碗吃饭，混凝土就来了，从这个最边上开始搭起混凝土。在我老爸开铲车铲混凝土的同时，我再过来帮这些没有搅拌均匀的混凝土，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个搅拌均匀的混凝土就直接往前面扔，挖机一直保持在后面搅拌，这样不会耽误时间。铲车来的直接往前面铲，铲好了就走了。在这个沟里面挖水也实属无奈之举。今天来的时候实在是来得太早了，老板叫我带水泵过来，我给忘记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正好旁边有个小水沟，正好挖机又能从这个水沟里面挖到水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我们再把镜头切换到打混凝土地面这边，看一看这个是怎么操作的。混凝土用铲车移过来倒在地上，用人工给它挖平，然后再打一下震动棒。看这个混凝土沙子质量是不行，但是这个方法步骤还是不会少的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的来。这个混凝土不仅沙子脏，而且还是个混合沙，所以人工在给它整平的时候比较累啊。全是大石头，现在这活开始有点不正常了。按部就班，一点一点来。铲车移混凝土，挖机搅拌混凝土。我老爸开这个铲车也是开得快，油门都踩到油箱里面去了，踩车都开始左右摇摆了。我的速度确实也是快，不到2个小时就搞了这么大一块地方了。前面这个位置全是沙子，后面全是水泥，所以把这个水泥挖到沙子上面来。水泥用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把这个路整冰一下，挖机开过来搞水泥，帮水泥直接抬到挖机斗上面就可以了。抬水泥的工人跟我说他们那些工人不肯下来，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来这里搞水泥。太热了，他们都不愿意下来。老话说得好啊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此言真不虚啊。老师傅在搞了4斗水泥之后，终于绷不住了，太热太累了，一个人又搞不动，不搞了搞个屁啊！回家了，今天这个天气确实太热了，一个人搞呢也确实太累了。水泥又有那么重，走，我去跟那个管事的说一说，看这种情况怎么办。5000过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女孩告诉你在舞鞋呀？哈哈哈！今天这是整的，这个老板又不在家，管事的人也不说话，只有我和我老爸在这里干着急。我老爸实在等不了了，打电话问老板到底怎么办。房屋老板打电话来了，他们2位才肯来这里抬水泥。
他们二位是房屋老板请来的人，所以他们只听房屋老板的。不过不得不说，他们二位干活的这个能力，比我们请的人要差得多了。水泥放好了，继续搅拌混凝土，帮搅拌好了的混凝土倒在外面，让铲车自己过来铲泥土。搅拌的差不多了，铲车就过来了。这个混凝土地面差不多搞到一半左右了，我们只要负责帮混凝土铲上来就可以了。到底搞不搞得好，搞不搞得平，就不关我们的事了。开始吃中饭了，这个是蒜苔炒腊肉，伙食还算挺丰盛。又是一碗蒜苔炒腊肉。吃完了中饭，继续干。已经没有多少混凝土了，所以不能用铲车铲了。用铲车铲已经铲不到了，用挖机挖坑搅拌，然后用挖机挖到铲车斗里面来。泥土还剩一点就要打完了，老板终于回来了，回来直接验收。啊，只剩这点混凝土了，还有一些贴在地上的沙子就不要了，因为太脏了，用不了。待会全部干完之后，帮这些沙子给整平一下，铺在路上。挖机干完活了，在这个水沟里面挖上几兜水来，自己帮自己洗一洗。挖机把自己洗干净了还不够，还需要帮这个铲车斗里面也要洗一洗。挖机挖水挖到铲车斗里面，铲车不停地摇晃，把这个斗里面的混凝土洗干净。这么一台小铲车配上这么一台小挖机，看起来好协调啊！可以了吧？洗干净了吧？这河里面的水是不收费，但是挖机是要烧油啊。铲车洗干净之后，走到一边，接下来就是挖机的工作了。边穿白衣服，这个老人在这里等了很久，就怕我们不把路整一下，而是怕我们干完活就回去了，所以一直守着我们，一直要我们把活给干好。我们对他说：“你不用守着的，放心好了，我们干活有始有终，绝对会把干好之后才回去的。”贴在地上的这一层沙子，挖机稍微的往左右两边给它刮平一下，待会再用挖机反复碾压。今天这活总结一下，干的还是相当的快的。我们预计应该是要干到天黑才干完的，想不到现在就给它干完了。今天这干活快，也完全得益于我们催得紧。如果不是我们打老板电话，使劲的催着那2个工人，那今天不知道要干什么时候。按照他那个性质，慢慢的磨，今天得吃完晚饭才能回家。所有事情全部干完，混凝土搅拌完，路面也全部整好，挖机可以装车回家。挖机的活已经全部干完，找老板结完账就可以回家了。接下来就全部是他磨面师傅的工作了。这个就是搞好之后的效果。虽然这个材料不咋地，但是这个师傅手艺确实可以。那么差的混凝土也能整出这么好的效果。感谢各位的观看、订阅、Thank you。